嗨，我是 Stella， 这集也是远端访问，可以用听的，用看的人记得开 CC 字幕哦。那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前面我们有一系列的诈骗影片，本集因为没有截图对话记录当证据，所以是线上访问诈骗的受害者，同时警戒，有时候诈骗发生当下才惊觉，没有留下太多的证据。那我们就欢迎 Jason 出场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on。Jason 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，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诈骗的骗子吗？其实事情是发生在去年10月，然后有一天我是突然接到一个LINE的陌生讯息，有一个女生邀请我好友，她在里面说在拍拖上看到我，然后要认识我这样，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有没有用过拍拖，因为我其实是有用过蛮多的交友软体，然后想一想好像也，毕竟她加我好友一定是知道我的LINE嘛。对，然后我想说反正我现在也单身啊，然后也没什么事情，也没有特别喜欢谁，我想说那做朋友也 OK。最后就是开始认识。那他怎么走入到诈骗这样的途径的？你们是怎么发生的？其实现在事后想，这个女生算是比较急一点。我自己其实当下她是跟我讲说，她有一个做一个投资，然后里面有一个群组，然后她来不及去，她可能要上班啊，然后来不及知道这个投资群组里面的讯息，里面有一个教授，然后他说，可不可以请我加入这个群组，然后帮他注意一下这个投资讯息，就是复制截图给他看，这样就好。那我自己想说，反正就只是截图而已，只是复制贴上而已，又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操作。我想说，好吧，那就帮你做这件事情，毕竟才刚认识嘛，也不要互相有什么隔阂。对。然后我就加入了群组之后，就帮他截图贴给他，他就是会每天会跟你稍微提一下关于投资上面的事情，然后尤其是港股这样。他会特别强调港股。对，他就是会特别一直讲说，可以来投资港股啊，什么港股最近不错啊什么。然后他自己也跟我说他是香港人这样。那这个群组里面很多人吗？还是100多个人？然后里面我说真的，大部分都是台湾人，常常就是会贴什么长辈图、阿伯阿姨这样子，里面就是这些阿姨阿伯都会一直去说，这个老师多好，这个教授怎么样，然后都会跟他一起投资。是哦，你觉得里面都是他的暗装吗？还是都是一些真人啊？现在想想，我觉得真人暗装，我真的没办法去判断。最后的时候，我离开这个群组，我有特别在贴，就是比如说诈骗新闻的影片啊，还有很多 YouTube 关于这些事，就是这些类似案件的影片，还特别讲说我可能过一阵子会被踢了，那希望大家赶快看清这个事实，然后不要再被这个教授骗。我隔天早上起来最惊讶的是我没有被踢，这些婆婆阿姨继续讨论，她继续说早安啊，然后讨论他们的事情，完全没有要理会我，说要把我踢掉，我真的是非常惊讶，想说算了，我就不要管他们了，我就离开了。是。对，所以我也不能去说他们到底是不是暗装，因为我认为暗装少，但是这些婆婆妈妈多，因为每次我在去被导货前，我们要买这张股票的时候，都有好几千万。哇！对，然后像我自己，我是一个才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，是，所以我自己这次被输了才输1万多台币而已。所以你说剩下的那3-4千万都是这些婆婆妈妈给出来，所以你觉得不是暗装，其实都是真人的钱在里面流动。对啊。哇，太可怕了吧！它里面是只有它是只有讲港股吗？还是台股、港股都有并行这样？比例上来说，80%以上全部都是港股。它里面最恐怖的就是它会告诉你说，可能下个礼拜啊，在什么时间点啊，他们会有一只叫做黑马，他们会以黑马来俗称代号，说黑马1号、黑马2号、黑马3号，然后到我那个时候就变成是9号跟9号跟10号，然后他们为什么会以代号？就是他不会先告诉你这个股票是哪一个，就是他因为我们股票都会有股市代码嘛，他都不会告诉你这个股市代码是什么，他都会先说，我们要下礼拜3要买黑马10号哦，那你要先把资金准备好哦，然后里面就会有很多婆婆妈妈就会说，好，那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已经把台积电卖掉了，在等我们就在等待那个教授，我在等您之类的，就会很多人这样子讲。对，就是等于说把资金空出来，准备去投资这个黑马股这样子。对，我现在当
当然我当下因为毕竟我从来都没有碰过股票，我现在回想起就想说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股票告诉要的股市代码告诉我们说，这股票现在开始买，或是说先告诉你现在不要买，等什么时候我们再一起买，一起知道啊，一起去了解这个股市。真的不了解为什么他们会要隐瞒，现在被骗了都才知道原来前面他们不讲，是因为他们要先他们的诈骗集团要先慢慢买高你的货。那这样子为什么大家还会待在这个群组啊？这样应该是亏的人居多吧？对啊，所以我在想，可能都是他们都会用一些美女啊、帅哥，然后去吸引那些人，包含我当然就是被骗的那一个。是哦，那你觉得高知识分子，因为你像你一开始进去你是保持着警戒心的，那你最后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书也读得蛮多的，而且也蛮厉害的，那你为什么最后会被说服呢？因为你一开始其实警戒心蛮重的嘛。对，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想要跟各位观众讲，就是我自己本身是学法律的，然后其实对于诈骗啊，其实是绝对敏感性。那你想当然了，比如说新闻看到的什么 ATM 转账啦、iPhone 列印账单之类的，或者是有一些什么 iPhone 便宜一卖之类的，我绝对不可能受骗。甚至说你儿子、你女儿被绑架了，怎么可能会相信？是，甚至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任何金钱往来，我都会将讯息留存。说我今天要跟我的朋友借钱，或是说他要跟我借钱，我都会是写借据。对，然而这次事件我会大意受骗，就是因为他靠着合法的公司作为掩护，然后做非法的事情。因为第一个我从来没有玩过股票，不知道什么叫导货。第二个是我当下为什么会兴趣，是因为我想说，反正我是投资一个公司，对，那要赔大家一起赔，我赔了我才赔1万块，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年轻人，你投资了几百万几千万，要赔你赔的比我还多啊，所以我当下会觉得说，好，那我们就要赔一起赔，要赚一起赚。但是我后来才了解什么叫导货之后，也才了解为什么他们一定要买港股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港股没有涨停板也没有跌停板，在他们是以15分钟为基准，你可能在15分钟后你的股票就泡沫化了。你可以说一下你那时候是怎么样数字的跳动吗？我当下其实我记得非常印象非常深刻，我是下午1点的时候去买这张股票，而且我当时还在上班，我一直就很想买这支票。结果我买了之后呢，它没有马上，它隔了2天之后，我晚上8点下班一看，它已经跌了60%。哇，60%哦，很多吓一跳。结果后来我在群里，那个教授还特别写说，什么叫我们明天早上9点就卖掉，港股是9点开始。对，然后他说叫我们早上9点就卖掉，然后说这张股票发生了一些问题，他要去了解，然后叫我们明天早上赶快卖掉。明天晚上的时候他会做一出研报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会跌，就很多人会相信，说哦好，那明天赶快卖掉什么什么，结果那个教授就会写，在晚上8点就会写一个很瞎的理由，说啊，因为有人就是有其他的资金去影响了这个公司，然后导致呢这个公司现在一直往下跌。但我是一个不了解股票的人，我会觉得说啊，你讲的好有道理哦。对，然后里面也很多婆婆妈妈会说 ，OK， 谢谢教授，教授可以跟您领个研报吗？我想了解一下，这样子。暗装可能也有10个吧，100个人里面可能也有10个。了解，可是你刚刚有说嘛，就是你在群组里讲了以后，就没有人回应你，不就很奇怪吗？这些人就几千万就在里面跑，然后也不在乎。对，但我觉得里面也有一些聪明人，因为曾经就是那个教授叫我们隔天早上9点要卖的时候，他里面有一个聪明的一个学员，我们称为学员啊，他说他有去注意那个恒生指数，就发现说，怎么一直往下跌，所以他其实在很早就卖掉。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第一个他有在玩股票，第二个就是我在猜啦，他应该没有被受骗。但这种人就是他也有在玩股票，但是他还是会加入这个群组，然后会被这个教授所影响。他就是看看，但是也会跟几张单这样子。对，但是你想看，他也是有可能有跌一点点啊。因为他虽然有在关注，但是毕竟他还是有被亏损嘛。对啊，所以你看，连这种曾经有在玩的，就是有在玩股票的人都会被骗。何况是第一个，就算我是法律系毕业的学生，你其实感受不到他是诈骗，我都不会知道诈骗，因为他是包装在合法公司里面。对，你会觉得说，我今天去投资一个公司，我没有关系啊，毕竟它不是诈骗集团。但是因为这个公司，它可能在资金的波动上，1000就100-200万而已，100-200万在对于一个有上市上柜的公司，其实是
少到不能再少了，对，来慢慢买，慢慢买，把这个股市买高，资金几千万投下去，他再把你倒掉，没什么影响，因为这公司根本不 care 他们的股市啊，因为他们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公司，你要特别去找他今天到底要倒谁的货，根本也倒不到，因为香港这么多小公司。对啊，而且他都选这种就是量比较小的公司吧。对啊，因为大公司他们影响不了，而且太多外力介入了，就是还有其他人，又不是只有你们这群人这样子。是，好，那你觉得有什么还要补充的吗？就是告诉大家的。我其实想要跟现在有在看影片的观众讲，就是不是说你认为这不会是诈骗就不会是诈骗，应该这样讲说，你认为的诈骗应该是你听起来是非法的事情才叫诈骗，其实不是，它有可能会包装在合法的事情里面。在任何网络交友，一定要非常切记，绝对不要有金钱往来。这是我目前得出来的道理。当然我算是一个比较 OK 啦，就是我花了1万块去了解这件事情，比起那些婆婆妈妈可能花几百万被倒掉，甚至可能都会萌生自杀念头，搞不好啦。对，那我觉得我算是用1万块学到教训，也算不错了。那我也希望说，在看影片的观众朋友，真的不要等到被骗了才来看影片，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状况。因为其实会有这种事后才看影片的心态，其实也是那种有点想要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被骗啦。就有一些人回馈给我是说有点不敢面对现实，这不是真的，但其实看完以后反而更确定自己被骗了。我就是这样子，我当下觉得这个女生怎么2-3天都不回我，然后我就在 YouTube 搜寻打港股诈骗，马上就出现影片。了解。好，谢谢你的分享。好，那大家如果有任何想分享的，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，Jason 和我都看得到，也都会回答大家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